这边的收音一样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这里我用配音的向大家介绍这部780。首先我们看到，哇，这个前轮啊，我在现场的时候就是呜呼这种声音，你看可以降成这种高度，真的是看起来太漂亮了。然后你看那个下巴跟底盘，只剩下一根手指，有够低的啦。然后轮毂这边，轮毂这边我们看一下，我请技师把底盘升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底盘的结构，是跟钢板的完全不同的。可以看它的 Air 包，还有侧向拉杆，靠前的牛单，牛单也都是比较曲度比较大的，拉杆全部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说有网友说要把前面钢板改成气垫的，其实工程会非常的大，加上前轮对于那个定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不能够这样乱改。接下来这里我们把面板打开来看一下这部780它前面不是 L 包的悬吊，但是我试驾的另外一部460L 它前面是气悬的，然后这一部它有驻车冷气。驻车冷气的部分啊，它在欧洲是设定5分钟的怠速，手刹车跟空档打下去的同时啊，5分钟内它会自动熄火。再来我们看一下 Air 包的控制器它这个是无线的，之前在台湾也有人选配，它里面的功能也可以就是提高怠速，例如在操作PTO Padeco 的时候，可以利用遥控来控制车子的转速，还有气囊悬吊的部分也可以靠这一支控制。由于今天我们在这边试驾的时间非常紧凑，一台试完马上要试下一台，所以有一些功能啊没有办法介绍的非常仔细。然后如果未来台湾有配的话，再来为大家深入介绍。然后780大灯的部分也有搭配熏黑头灯看起来就非常漂亮。在欧洲啊，因为都是长途行驶，然后举中轴啊，因为它的车道空间比较小，要增加油箱的容量，所以把尿素桶上移到这个位置来。我们看一下欧洲尾车，它的风管设计的位置就比较高像我的板架也都很近，然后转弯都会去勾到。所以设计高一点呢，转弯就不会去勾到了。再来我们看一下举中轴第5轮的位置在欧洲一样放得非常的前面，在中间轮的轮胎后面。我们现在在爱琴海要继续出发了。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跟这里就不会被挡住了。Yes, okay. Okay. 影像会跟着平移，会越看越后面，都很清楚。然后780这一台前轮是气悬的，真的就很舒服了，都没有感觉。然后看一下重量，现在总重是37吨。然后我们今天开都没有看到地磅站，然后你看欧洲他们车子会
停下来等你，不会像台湾就直接冲出来。但是来到欧洲，它的号志比较小一点，而且有时候对向也没有红绿灯，就只能看到这里。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那个780它的油耗的表现。OK。都有那个速限的提醒。To the right. OK. Yeah. It's green, yes. OK, green. Green. OK. Taiwan? Yes. Taiwan. Sit here or drive or there? Yes. Yeah. I Taiwan driver Volvo FM. Yeah. Euro 6. Yeah. I've been in Taiwan 4 times. 4次哦 ，4 time。那这个780爬坡就非常轻松哦，我油门还没全踩，因为跟着前面他们一起走。哦，那盲点都有提示。然后现在让他跟着前面跟车跟着走。It's a toll station. OK。So the yellow sign. OK, yellow sign. This line. Eller transponder line. 他们这边的 ETC 跟台湾还是不太一样，都有栅栏的。应该玩欧卡的朋友都有看过。Just right. OK。这个加速的感觉就很不一样。然后它之前的油耗就差不多2.97左右，跑了4000多公里。但是应该780，大家在驾驶上应该都会想要试一下它的力道。然后现在这个 IC 系统，大部分都放给他自己开。然后前轮气垫的感觉，跟刚刚那一台一块钢板的又不太一样了，然后更平稳。反而不是我想象的说前轮如果是气垫的，哇，整个摇头晃脑的。但是它有可能是因为举中轴的关系，因为中轴还会帮忙把车子，就是让车子更稳定，开起来比较不会左右摇。其实跟一片钢板的没有差太多，
我觉得刚刚那一台一片钢板的就非常好做。我回来是不是要把我的钢板拆个一片掉啊？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些的风景 ，so beautiful。今天其实行程蛮赶的啦，有大概10位左右出来试驾。In the tunnel, if you look in the mirrors, they will change. OK。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后视镜在隧道里面的转换。等一下，很快，它转换的非常快，马上也是可以变得很清楚，很有亮。真的像他们所说的，这个画面非常的不错。咚咚的声音，它那个是速线的部分，它会跑来仪表这里。这个是新的界面。可惜现在台湾是没有地图图资的，现在都是他在定速的情况下自己开。现在是在下坡，你看他自己在引擎刹车了。帮我退一档。然后紧接着前面是要爬坡了，你看它继续让它加速哦。虽然我定在那个85，它自己跳88了，因为它要冲前面这个爬坡，所以它让车子速度更快。我完全没有踩油门啊，它放空档，让你的速度冲起来，要冲下一个坡，持续放到80之前它就入档，开始加速。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等一下速度应该会一直慢下来，因为有可能紧接着又要下坡了。我是不太熟啦，所以它 IC 就像一个老司机一样带领着你前进。这边是没有下坡，但是又是隧道。但是隧道前面应该是下坡，我看起来前面是下坡。你看它油门放掉，放空档了嘞，它放空档了。像我们现在开的就是没有来过的地方啊，它就会知道你前面要下坡了，所以让你速度慢下来。这一切这样做，就是要为了你的车可以更省油。而且你看它放的刚刚好，它也不会放到说又要踩油门一次。它现在滑行到72，现在又下坡了，是不是很聪明？又要冲下去了。这边速限130呢，这个就跟台湾的2高差不多啊。刚刚速限的牌子是130，但是我们可能不能开130吧？我不知道欧洲它卡车的速限到底是怎样。你看，一直滑行。有点太快了，它就入档，让你慢一下。又开始加速了，是非常棒 ，very good。I4也 very good。现在设定在方向盘的居中，现在开启这个模式之下，它就能居中方向盘。但是你如果都没有去扶它，它一样会叫。知道前面要爬坡了，在这里开车真的是风景非常的优美。它帮你加速上去，帮我加到85来冲坡，帮我赶卡速鼓啦。
咱若台湾咧讲，就是讲肝较缩骨。85帮我冲起来！这个方向盘居中真的是太棒了。像我们台湾在过年期间，就是运输业最忙碌的时刻，在那个时刻，你如果有这套系统来帮忙，你会非常的轻松。这边有一个复合式的连续弯，我让它稍微自己处理，都在线内。只是你还是要稍微自己扶一下啦。如果在直线上开，是辅助的非常好。那像这种情况下，有 IC 的系统，其实我都不免给搞啊啦，就让它开就好了。然后整体就是坐起来非常的舒服，因为前轮气垫的关系，又加上举中轴，这个开起来真的有够稳。我刚刚录影录到一半，其实我已经关掉，我在享受这种开车的感觉。这种开车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太棒了。开了65公里，吃18公升，3.47，这个都是山路的表现，非常的不错。这边有听到我开车门的声音了吧？其实是马上又要下车换车了。这次的行程其实非常的紧凑，加上我又没有带上助手，所以画面跟内容的呈现都没有办法介绍的非常完整。所以油耗这边我再做一些介绍。我这一次开了65公里，吃了18公升都是上上下下比较多，表现出来的油耗是 3.47， 我觉得是算不错。然后它的 2.98 啊，因为这台车前面大概有2组人测试过了，加上他们前面2-3周的试驾总共跑了4440公里，然后油耗是 2.98， 第3个 trip 你们看一下。如果有看上一集，你有看到我开460的时候被780刷卡的速度其他的 test driver 就是试驾车手他们应该都是在4踏马力，所以表现出来的油耗是 2.98， 我觉得也算可以接受。但毕竟买这个车型的人，我觉得应该是不太会去在意它的油耗，主要还是它的力道。但是这次试驾呢，因为时间比较紧凑一上车就要马上去感觉它的哪里不一样所以在动力的部分我没有做特别的测试，但是遇到某些爬坡，它真的力道真的是非常的大跟在其他的车子后面差不多油门都一半而已。最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数据。它的车厢是 High Sleek Cup就是我们之前都会说的 XL， 在欧洲他们不讲地面算起来的高度啦，乙尾车的高度看起来大约是4米左右啦，我们台湾的是3.8米，所以高了一点点。然后引擎的部分是17公升的这颗17公升的引擎比较厉害的部分就是它比之前的750 D16 引擎轻了70公斤啊，这个减重工程要从一颗引擎减重70公斤，我觉得是蛮厉害的。然后差速器的部分是 3.08 前轴的荷重能力是8吨比一片钢板还有2片钢板的还要高一点，轴距4.1米，车高是 medium 中等车高然后拖曳的部分可以达到65吨，65吨只是原厂设计就算在欧洲也不是说底盘65吨就能载65吨，还是必须要有特别的申请。然后搭配一个履带式的变速箱啊，还有双减速器的底盘的话最大的拖曳量可以到325吨。然后搭配电子后视镜IC 是 Plus 的，方向盘居中。这天我们试驾的车子其实配备上都是差不多的我只针对这部车子啊它的亮点来做介绍。
第一个部分是前轮气垫，除了很帅以外啊，在各种卡楼的应付上也是非常的棒。你可以升高或降低来应付各种地形，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也能够降低风阻。我觉得省油啊，不是完全只靠驾驶人车子还有各个方面这边做一点调整，那边一点调整其实相加起来，整体的油耗会大幅的下降很多。再来要说到的就是它的动力啦。这种动力780匹，其实在欧洲除了重机械运输以外啊，一般运输也是不常见但是也会有车主或公司下去使用这种马力。欧洲某些主打就是类似快递这样啊，有些他们就是跑起来要好几千公里嘛。然后应付的路况一定比台湾还要复杂，有些爬坡甚至20几公里都在爬坡，他们就需要快速的把货物交付到客户的手上，所以他们需要更大的动力。就像我在爬坡的时候，我开460，然后780就刷了一下就过去了。如果在1天8小时当中，你又经常去遇到爬坡的话，我觉得至少它可以节省1到2小时花费在爬坡上的时间。第三个是方向盘居中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好前一段的试驾我有提到，在台湾的过年期间非常的需要。我们先撇开过年就算是平常，有时候一整天开下来没有人可以保证说你在路上都是精神100倍的啦在路上运输，有时候你遇到清晨或者是刚吃饱饭的中午有时候都会想要打瞌睡。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车道居中能帮你辅助一下，警示你一下，有时候呢就能够减少憾事的发生啦我最希望的就是这个配备未来能够在台湾都是标配对安全上会有大大的提升OK， 这部车就介绍到这里这是第2集，我们后面还有电动车跟 FM500，再来做其他的介绍。